今天呢，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主题，想带大家看看雅加达的两个面啊，一个呢是一片繁荣亮丽的一面，另一面呢是深入角落的一面。这里呢是 SCBD， 也就是 CBD 啊，就是非常热闹繁华的市中心。本以为呢这里有一条酒吧街啊，我就跟着 ChatGPT 的说明来了，没想到呢雅加达酒吧呢原来是在室内的啊，是在楼上的。后面呢，我听说这里有一个榴莲街，而且呢那一天呢都是唐人街，有很多中国餐厅啊，我就去了。没想到一上来就给我上大招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刚才的画面呢，其实是我刚刚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呢，就看到有游神，那么我拿出相机，自然而然的去拍一下。没想到他朝着我的目标来了，追着我，最后追到我之后呢，问我要钱。我口袋里面说实话其实有不少现金，我又不敢掏出很大的一张钞票给他，最后呢还是摸啊摸啊摸啊摸到一张盲摸啊，就摸盲盒一样摸到一张比较小的面额给他了，我也没算多少钱，可能就几块人民币吧。最后他说谢谢，然后呢，他不是有两个小孩吗？刚才一个拿桶的人，一个是表演者，每个人都要给一张啊，一个人还不够，所以说最后还是给了啊，对我说 thank you 啊，就这样。一开始让我吓一跳，因为大晚上一个人在这边啊，开始出现这种东西，如果说对当地风俗文化不懂的话，我害怕有些触犯到别人的利益了。我触犯到别人的风俗了，这个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。那既然能给小钱解决的问题，那就没什么问题。那现在的画面呢，就是榴莲街的画面。这边说实话，其实是有不少榴莲，而且是挂着的。你看这个也是海鲜啊，但是呢，我没有去任何吃，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网上的评论啊，特别是欧美国家的人来到这个印度尼西亚。吃坏肚子的概率是非常高的，所以说呢，我也担心啊，到时候去住院啊麻烦。那其实呢，雅加达的这种食物呢，因为有路边摊的原因啊，只要是路边摊啊，无论哪里，说实话其实都不太干净，最好还是店里去吃嘛。最后呢，我选择这家饭店啊，面馆是广东餐厅，吃了一碗。这边还有警察巡逻，好，注意看前方，这边又来了啊，这边是对你来唱歌的，然后也是来乞讨的。这种的话还是可以躲开。这个的话还有一个人啊，然后拉客的，脚伸在外面，这个真的把我吓一跳啊，脸上都抹着白粉啊，然后呢还拿个桶来要钱，我真的吓一跳。我觉得他们这种以鬼怪形象来出现来乞讨，能取到钱吗？在出行前呢，我也问了 ChatGPT 啊，关于这带街区呢，说实话比较乱，比较差的。你看这边还有拉客的，可能是按摩啊这类的东西。但是一看就是不正规的啊。那么还有这边就 KFC 啊，这个 KFC 呢，在网上的 ChatGPT 也告诉我了，这边有很多招嫖的。那最后让我惊讶的是，这边突然出来了一个人啊，来开始跟我对话，让我吓一跳。啊 You want to hotel? Hotel? Yes, you make it work. You want? Sorry. What? Not second number. Yang lain, okay? Good. 最后呢，我开始迅速的逃离这个街区啊，走到一片垃圾场。我还没有怎么导航，因为呢也怕拿出手机呢可能被抢的风险。因为这边说实话风险是很高的。你看这边还有卖蛇的，很大很大条蛇，这蛇真的是特别特别大。这个鬼一样的人又开始出现了，又把我吓一跳。还有呢，一些小朋友呢开始卖纸巾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卖纸巾，然后以这种方式来赚点小钱吧。然后还有这边流浪汉，还有这种抱着孩子的这种不知道在街头干嘛的男子，我就感觉会挺可怜的。总共呢，我在这里停留了大概半小时左右吧。